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周日晚出炉，寻求连任的马克龙和最大劲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得票领先，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由于乌克兰局势和西方国家对俄扩大经济制裁，法国近日粮食和燃气价格高涨，使得马克龙的竞选优势逐渐消失。另外，勒庞一改过去主要以极右翼形象示人，转为主打经济牌，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美西方国家也担心，亲俄的勒庞如果当选，是否将动摇西方反俄联盟。周日，支持者得知马克龙进入第二轮投票后，爆出热烈的欢呼声。马克龙在发表讲话时称，未来2周对法国乃至欧洲来说都是决定性的日子，呼吁法国人团结对抗极右势力。Et j'appelle tous ceux qui depuis 6 ans et jusqu'à ce soir se sont engagés pour travailler à mes côtés, à transcender leurs différences pour se rassembler en un grand mouvement politique d'unité et d'action pour notre pays。在勒庞的竞选总部，支持者同样兴奋。勒庞表示，在首轮投票中，法国人在2种愿景中做出选择：一种是马克龙治下的分化混乱以及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而另一种是团结一致，争取社会公义。他承诺，如果当选，将即刻修补法国社会的裂痕。J'assurerai l'indépendance nationale pour faire de la France une puissance de paix. Je restaurerai dans tous les domaines la souveraineté de la France, c'est-à-dire pour les Français la liberté de décider pour eux-mêmes et de défendre leurs intérêts. Je contrôlerai l'immigration et rétablirai la sécurité pour tous. 首轮投票中，马克龙的得票率为28.2%，勒庞的得票率为23.4%。1个月前，民调支持率一路领跑的马克龙，或许没有想到，勒庞的支持率会从落后他约2倍多，到眼下只差4.8个百分点。而最近的一项民调就显示，在4月24号的第二轮投票中，很可能的结果是马克龙51%，勒庞49%。这与2017年马克龙以66.1%对33.9%大胜勒庞不可同日而语。观察指，马克龙能否连任尚有悬念。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后，整个西方都在为马克龙着急，担心勒庞凭借不断上升的支持率以及后期选举中不可预测的因素挑战马克龙。按照西方的描述，勒庞是极右翼，奉行民粹主义，反对外来移民和穆斯林，宣称上台第一天就要退出北约。更关键的是，他还很亲俄。他这次的竞选宣传材料中就有一张与普京微笑握手的照片。不过，因为俄乌冲突爆发，这张宣传画后来被撤下。而在近期，勒庞也拒绝评论西方阵营对俄罗斯采取的强硬制裁措施。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马克龙在周日晚讲话时，背后放上了法国国旗和欧盟旗帜，而勒庞只放了法国国旗。有美国媒体就引述拜登政府高官的话说，华盛顿不仅担心俄罗斯干涉法国大选，还害怕普京支持者勒庞如果当选，将动摇西方反俄联盟，这将是俄罗斯取得俄乌冲突以来的最大胜仗。美国政治新闻网还称，如果勒庞获胜，将难以维持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团结。勒庞的当选只会正中普京下怀，及加剧北约的裂痕。现在俄乌冲突的这种反噬效应会给法国民众带来怎样的一个感受？那如果说马克龙他现在不及时的推出一些政策来收买这个法国的民心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让更多的法国民众呢聚集在这个勒庞的旗下，把票呢投给勒庞。如果说勒庞一旦当选，勒庞可能会改变他法国的这个对俄罗斯的一个态度。再考虑到勒庞曾经说过不排除法国退出北约的这种可能，那这就会让所谓的法国的特朗普再现江湖就会让这个整个的法国以及欧洲的政坛呢出现一个大的震荡，这当然是美国的媒体以及他的这个政界呢不愿意看到的。法国舆论认为，勒庞支持率的上升是法国民众对政治现实不满的表现。马克龙在上次大选中以经济自由化、开放精神和欧洲一体化等主张获胜，但他在执政期间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另外，勒庞则吸取了前2次败选的教训，在这次竞选时主打民生经济牌，始终将自己标榜为最弱势群体的捍卫者。旅法学者宋鲁正向真正卫视分析，勒庞的这一竞选策略为其赢得不少支持。他主打的是购买力，这一个策略性的变化呢，就也淡化了他就是过去那种比较极端的形象，就是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更容易被法国社会所接受。第二个原因呢，这次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极右翼的候选人泽穆尔，
他呢就是以主打政治理念为主，反而呢对勒庞女士呢，她起到了一个就是叫掩护作用，就至少大家会觉得，哎，真正极端的是吧？是泽穆尔这位候选人。目前，除了泽穆尔表态支持勒庞外，其余在第一轮投票后落败的候选人都呼吁支持者阻止勒庞入主爱丽舍宫。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当前形势下，勒庞在选举中不一定会输。马克龙51%对勒庞49%的选举预测非常接近，一个突发事件就可能让结果反转。